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能来到这里，我非常荣幸有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人士能参与到这场重要的对话中来。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我还要感谢今天在场的总统团队和内阁成员，我们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也在这里，谢谢你。我们的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也加入了我们。大家很快就会听到史蒂芬米勒的发言，他是总统的副幕僚长，也是总统在国土安全事务上的高级顾问之一。当然，我们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也在这里。再次，我要感谢今天在场的各位，所有的各位。我还要感谢国务院的整个团队，是他们促成了这次会议。这确实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事件，关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议题，或者说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那么，让我首先谈谈国家最基本的职责。坦率地说，任何政府的首要职责都是保护他的人民，保护他的国家。这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应该超越所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军队、有情报机构、有反恐部门、有警察部队，确保我们人民的安全。是今天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这些机构的原因。当然，我们现在都非常熟悉所谓的传统恐怖主义威胁。在过去的25年里，反恐这个词至少在西方首先意味着打击激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这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在2001年9月11日，19名男子在我的国家杀害了3000人。随后，同样的敌人袭击了欧洲，在2004年马德里的火车上杀害了近200名通勤者，并在第二年伦敦的公交车和地铁上杀害了另外52人。整个西方的反恐体系都是围绕着这个单一的创伤性事件从零开始重建的。当时这样做是合理的。我们的工作是确保我们人民的安全。而在恐怖主义领域，全球圣战的幽灵是他们安全的首要威胁。所以我们开始行动，我们组建了一个全球联盟，与今天在座的许多朋友合作。我们摧毁了伊斯兰国，我们击毙了巴格达迪、扎瓦希里和本拉登。我们建立了情报和执法系统，能够在公众听到袭击消息之前就预测并阻止他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国家都在某个时候挫败过源自这个来源的恐怖主义威胁。自伊斯兰国达到顶峰以来，美国境内的圣战袭击和阴谋减少了2/3。从2015年到2024年，欧洲死于圣战恐怖主义的人数下降了大约97%。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反恐战略是奏效的。当然，威胁并没有消失，它将继续存在，特别是只要我们容忍那些将这些威胁直接引入我们各自家园的移民系统。但这个威胁已经大大减弱。因此，今天的世界看起来非常不同。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反恐理论一直存在一个盲点。一个在涉及政治左翼极端暴力时的盲点。即使在今天，极左恐怖主义可能构成严重威胁的这种想法，仍被视为右翼的痴心妄想，或者更糟，被视为危险的法西斯阴谋。许多媒体、许多学术界和我们的大学，以及许多我们的传统机构都这样对待。毫无疑问，你们会在对这次会议的报道中看到这种教条再次抬头。尽管现实清晰且不容否认，尽管有客观的数字和统计数据，尽管今天这个房间里有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们仍会听到这种有组织的暴力和恐怖会被驳斥。它将被视为党派虚构。在我们的国家，围绕极端主义研究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行业。我们有智库、研究员、期刊和咨询公司，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那就是只有一种政治暴力是对我们系统真正的威胁。他们认为新纳粹组织放置的炸弹是一种邪恶的、杀人的罪行。确实如此。
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放置的炸弹，他们认为那仅仅是理想主义的悲剧性过渡。也许他的手段是错位的或过于狂热，但他的目的却是高尚和正义。这就是他们对待他的隐含意义。多年来，这种奇怪的意识形态偏见一直根植于我们谈论政治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方式中。它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被接受为中立和客观的基准。如此根深蒂固于主流的传统观念中，以至于它被视为一个非政治性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国家，许多身居高位的人一再将暴力甚至恐怖主义行为，只要他们服务于左翼事业，就视为合法的政治表达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在2020年夏天，那些所谓的乔治·弗洛伊德骚乱期间，当罪犯和极端分子在美国的各大城市烧杀抢掠，几乎让国家陷入瘫痪时，全国各地的市政府都拒绝起诉那些实施这些暴力和恐怖行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那张现在臭名昭著的图片。也许你们都记得，一位来自一家非常知名机构的新闻主播站在一个被火焰吞噬的街区里。与此同时，屏幕下方的字幕却写着抗议活动大体上是和平的。这比双重标准更糟糕。左翼暴力不仅被原谅，它甚至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受保护的特殊类别。那个时代必须结束。今天在这个房间里的联盟，包括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专家和执法官员。你们来自不同的政府、党派和政治立场。你们的一些政府和我们的政府公开存在分歧，有时我们在贸易、能源和移民问题上分歧很大。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你们完全认同美国对世界的看法。你们来到这里是因为2周前在希腊，一位72岁的老妇人在自己家中被燃烧弹烧伤了80%以上的身体，最终死亡。她被处决，只因为她的女儿敢于竞选公职。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今年冬天柏林停电了5天，这是这座城市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长的一次停电。这次停电是由一次袭击引发的，导致数万户家庭在严寒中失去电力，并造成一名83岁的老妇人死亡。你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柏林停电1个月后，一名23岁的法国青年在里昂街头被一群极左翼激进暴徒殴打致死，死于创伤性脑损伤。你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的政治领导人在街头遭到袭击、刺伤和枪击，因为你们的企业遭到轰炸，因为你们的铁路遭到破坏，因为你们的警察遭到殴打和焚烧。你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正在恶化，不能再被否认，也不能再被忽视，因为是时候永远粉碎这种邪恶。简单的事实是我刚才描述的这一切都不是新鲜事。极左翼政治恐怖主义并非是近代的什么新鲜事物，它不是保守派政客编造的虚构故事。事实上，在现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来自西半球国家的朋友都记得几十年来发生的绑架、爆炸、暗杀和处决，记得图帕马罗斯、蒙托内罗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的暴力恐怖。你们记得秘鲁光辉道路的非人野蛮行径，那些毛派共产主义狂热分子屠杀了秘鲁的农民村庄，用斧头和砍刀残忍地杀害孕妇和新生儿。你们记得在卡斯特罗的恐怖分子营地里接受杀人训练的数万名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员。你们所有来自欧洲的人都记得。你们记得意大利红色旅的机关枪大屠杀，他们曾将一位5次担任总理的人质囚禁了55天，然后对他进行了一场所谓的革命人民审判。
并于1978年将他处决。你们记得红色军团派在德国进行了近30年的爆炸、绑架和暗杀活动，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你们记得希腊的11月17日组织，那些马克思主义极端分子恐吓雅典超过25年。顺便说一句，他们还在我们国家的中央情报局站长和他的妻子从圣诞派对回家时，在他家门外将他枪杀。而在美国，我们也记得，同样的致命恐怖统治，他被同样的口号所辩护，被同样的邪恶思想所驱动。我们记得地下气象员组织，他们轰炸了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会大厦。我们记得黑人解放军，他们策划武装抢劫并近距离处决警察。我们记得共生解放军，他们用装有氰化物的空间弹射杀了公立学校的校长。在1971年至1972年间的18个月里，联邦调查局统计到，美国本土发生了大约2500起爆炸事件，平均每天将近5起。绝大多数的暴力事件都来自左翼极端分子。在1970年至1980年间，西方93%的恐怖袭击来自极左翼极端分子。这些数字会让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因为我们一直被教导相信这种政治暴力根本不存在，或者被夸大，但它确实存在。而且我们实际上低估了它，我们的国家为此留下了伤疤来证明这一点。今天我们正面临着这股旧有邪恶的新浪潮。在美国，左翼恐怖袭击和阴谋的比例已上升到几十年来未见的水平。在德国，极左翼暴力事件仅在去年1年就飙升了40%以上。在希腊，超过80%的激进暴力事件现在是由极左翼和无政府主义者驱动的。这些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美国人已经看到了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的移民官员进行全面袭击、狙击手袭击、爆炸物、武装伏击。一名跨性别枪手在天主教小学的学生祈祷时向他们开火，他的枪上刻着“你的上帝在哪里”之类的口号。一名医疗保健高管在街头被冷血处决。对一位在任总统的多次暗杀企图，以及谋杀了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保守派活动家，一个碰巧也是丈夫和2个年幼孩子的父亲。他在向一群学生讲话时被枪杀。这是一种独特而邪恶的罪行。它始终被一种仇恨所驱动，最重要的是对文明本身的仇恨。这是劣者反抗优者，弱者和懦夫反抗强者和善者的反叛。它是由那些无法建设、无法创造、无法成就伟大事业的人所为。他们因为自己的不足而向世界复仇，试图摧毁那些有能力的人。这就是激进的左翼主义。它可能在不同地点和时间披着各种不同的口号和意识形态。他们可以称自己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称自己为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但其根本特征始终是一样的，它始终是一样的。它是一种披着平等、正义和解放外衣的恶毒怨恨，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拆毁更伟大的人所建造的一切，要破坏美好和正确的事物，只为了那些内心充满丑陋、对世界毫无贡献的人。通过暴力和恐怖，他们再次试图将他们的丑陋强加给我们所有人。学术界的那些旧的教条是错误的，他们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不是由理想主义驱动的，它不是乌托邦式的，事实上它恰恰相反。比如你有时会听到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说它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实践中从未奏效。这其实不对，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听起来就不好。它为我们所有人设想的世界是狭小、扁平、灰暗的。
抹平了所有例外，抽干了人类灵魂中所有美好和高尚的东西。他所设想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勇气、没有创造力或抱负的世界，一个没有英雄、没有荣耀、没有伟大事业可以为之奋斗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奇迹、没有神话、没有超越常人去完成不可思议和非凡之事的世界。共产主义所设想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对于这些革命暴力的策划者来说，我们文明的伟大成就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羞辱，提醒着他们无法做到什么，也提醒着他们无法成为什么。所以他们选择去破坏，他们袭击输油管道，他们袭击铁路，他们袭击电网和实验室，这些都是权力、发明和成就的实体象征。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恐怖主义的本质。他们鄙视西方，因为西方是伟大的。这是一次国际会议，因为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跨国威胁。这些不是独立和孤立的单元，它们是相互关联的网络。他们不承认我们的边界，事实上，他们不相信民族国家本身。他们协调、沟通、旅行、训练，并共同采取行动，共享相同的基础设施，共享相同的敌人，共享相同的使命。安提法武装分子和他们的同志们从欧洲各地前往美洲，参与彼此的袭击，通过共享的加密渠道输送宣传和训练材料以及目标信息，通过地下安全屋和金融网络运作，并通过跨国资金维持他们的行动。他们还与那些与他们使命相同的敌对外国国家合作，比如伊朗的代理网络。这些网络正日益与世界各地的左翼武装团体紧密相连。古巴政权庞大的情报和意识形态网络，帮助在我国和我们半球建立了极左翼势力，并且它仍然与西方内外各地的极左翼团体和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的极左翼恐怖分子可以在一个国家筹集资金，他们可以在第二个国家托管他们的通讯，他们可以在第三个国家接受训练，他们可以在第四个国家招募武装分子，然后一起在第五个国家袭击目标。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共同对抗这种威胁。我们要么跨越国界合作，要么恐怖分子将继续利用我们之间的漏洞。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首次正在建立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和战略，以击败极左翼恐怖主义的祸害。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第7号，概述了一项全面战略，旨在调查和瓦解安提法恐怖网络及其盟友。去年11月，国务院将4个暴力极左翼极端主义团体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很快会有更多的指定。在12月，我们宣布了正义奖赏计划，提供高达1000万美元的奖金，奖励那些能够破坏这些团体幕后资金的信息。在5月，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反恐执法研讨会，将美国执法官员和我们伙伴国家的同行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绘制并制定瓦解这些网络的战略。下一次研讨会将与我们在德国的伙伴共同主办。我们共同建立的联盟已经初见成效，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为了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能够也必须识别并描绘出这种威胁，重建我们的反恐架构来击败它，就像我们以前共同做到的那样。现在我们必须再次共同做到，通过情报和信息共享，通过协调的执法战略，通过金融打击和破坏，我们将一点一滴地瓦解这些网络。文明世界的人民，是时候保卫我们自己了，是时候团结起来，对抗这步步紧逼的黑暗，并且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而战，奋战到底。摧毁伟大的事物很容易，但创造它们则要困难得多。
文明的敌人只擅长前者，他们只会摧毁伟大的事物，他们所知道的只有破坏。但我们曾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事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现在我们必须去做到。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